死了，又活了。一睁眼，土炕的霉味钻进鼻腔，脑子里响起冰冷的机械音。自主您好，时空错乱鉴定，您已穿越到大前王朝73年。墙上日历明明白白写着1985年，大前王朝，这是80年代。一个21世纪的社会人重生在了吃不饱饭的柳树沟，成了个父母双亡的穷猎户，家徒四壁，米缸见底。今天这顿梨子肉是最后的口粮，我正盘算着怎么活下去，门外响起了敲门声。开门一看，我呼吸停滞，门口站着2个一模一样的姑娘，20出头，皮肤白净，五官精致的像画里走出来的。她们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怯生生地看着我。哥，给口水喝吧。姐姐声音软糯，带着哭腔。我攥着门把手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老天爷终于开眼了。但这年头，2张嘴就是2份责任，我自己都快饿死了，怎么养他们？就在这时，系统提示炸响。恭喜获得50倍钓鱼气运，有效期12个时辰。我看着这对双胞胎，又看看手里即将到期的外挂，咧嘴一笑。水有，饭也有，但喝了这口水，你们就是我的人了。土炕硬得像石头，硌得我腰疼。我盯着头顶黑黢黢的房梁，上面挂着几串干枯的辣椒和玉米，在穿堂风里微微摇晃。这破房子漏风漏雨，比我在城里租的隔断间还要破10倍。自主您好，时空错乱鉴定，您已穿越到大前王朝73年。脑子里那声音又响起来了，冷冰冰的，不带一点感情。张嘴就想骂，结果一口黄痰卡在喉咙里，咳了半天才吐出来。大前王朝，我历史再差也知道80年代的中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。这狗系统怕不是从哪个修仙位面乱码过来的。我翻身坐起来，土炕发出吱呀一声惨叫，墙上挂着一本撕的只剩下半本的日历，我眯着眼凑过去看，1985年6月15日，农历乙丑年。狗系统，你在逗我？我在脑子里咆哮，这是80年代，不是什么大前王朝。少废话，先给你的新手大礼包。恭喜获得50倍钓鱼气运，有效期12个时辰，宿主赶紧用。这破系统还限时，不过50倍钓鱼气运，对于我这个前世周末就爱往郊区鱼塘跑的钓鱼佬来说，简直是神器啊！我前身是个猎人，家里穷得叮当响，父母早逝，就剩我一个人。原主那家伙也是个混不吝，仗着有点打猎的手艺，3天打鱼2天晒网，日子过得连村里最穷的老光棍都不如。我摸了摸肚子，饿得前胸贴后背，走到厨房掀开米缸，里面干干净净，连粒米芯子都没有。灶台上放着一盘刚炒好的梨子肉，肉片切得厚厚实实，泛着油光，这是家里最后的口粮了。我正盘算着是吃了这顿去要饭，还是直接上吊重开。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，有人在吗？给口水喝吧。声音好听，年纪不大，带着浓浓的疲惫。我拉开门栓，吱呀一声，门外的景象让我瞳孔地震。2个姑娘站在门口，长得一模一样，一对双胞胎。2人看起来20出头，皮肤白净的不像农村人，五官精致的像是用模子刻出来的。虽然穿着朴素的蓝布褂子，但掩盖不住那股子清丽。特别是那个姐姐，眉眼弯弯，哪怕满脸尘土也遮不住美貌。哥，我们从外地来的，渴得很，能给口水喝吗？姐姐声音软软的，带着几分哀求，嘴唇干裂的起皮。我赶紧侧身让开，进来吧，外头热。2人进了屋，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灶台那盘梨子肉，喉咙不停地吞咽。我这才注意到他们身形单薄，走路都有些发飘，显然是饿坏了。我揭开锅盖，好家伙，还有半锅白米饭，是原主昨天从隔壁村换的糙米煮的，香气直往人鼻子里钻。这下好了，饿了2天的姐妹花更饿了。没吃午饭？我随口问道，心里却在滴血。这顿饭我本来打算分2顿吃的。姐妹俩下意识摇头，妹妹小声说，别说了，早饭都没吃。我叹了口气，这年代出门讨生活的都是苦命人。那对付2口吧。我指了指凳子，这咋好意思呢？姐姐还挺有教养，站在原地没动。没事儿，不就一顿饭吗？过来吧。我招呼他们坐下，把梨子肉往他们面前推了推。2人坐下后，只埋头扒拉米饭，桌上的肉一口没动。你们咋光吃饭不夹菜？我奇了怪了，大哥，我们吃口饭就行了。姐姐抬起头，眼眶有点红，都饿成啥样了，还这么有礼貌。我摇了摇头，拿起筷子给他们各夹了几块肉，直接堆在他们碗里。吃，别客气，到我临建国家就没有饿着肚子的道理。姐妹俩俏脸瞬间红了，妹妹小声说道，长这么大，除了爸爸，还没其他男人给我夹过菜。虽然不好意思，但肉都到碗里了，2人只能吃了。那吃相文雅中带着急切，显然是真的饿狠了。你们是外地人吧？咋来我们村了？我趁他们吃饭的功夫问道，没想到姐妹俩眼眶瞬间红了。姐姐嗓音哽咽，我们是来找亲戚的。原来2人是双胞胎姐妹，姐姐叫苏婉晴，妹妹叫苏婉宁，父母早逝，恶毒的叔叔婶婶霸占了他们的房子和田地，还想把他们嫁给村里的瘸子和聋子换彩礼。2人商量着投奔远房姨妈，没想到对方亲情凉薄，吃了顿饭就把他们撵走了。2人举目无亲，盘缠用完，一路流浪到柳树沟，饥渴难耐，这才敲开了我的门。大哥，我求你个事儿。姐姐突然放下碗筷，站起来就要给我鞠躬，我和妹妹赶紧扶住她。我和我妹实在没地儿去了，你能不能收留我们？姐姐眼泪汪汪地看着我，我们可以给你做饭、收拾家、下地干活，什么活都能干。大哥，只要你愿意收留我们当牛做马都行。妹妹也跟着说道。我看着2个美女，这我怎么可能拒绝？穿越者福利真好啊！开局就捡到一对能干的流浪姐妹花。但我转念一想，我这家也是穷苦人家，本来今天这顿饭已经是家里最后的口粮了，我想收留他们，现在也是有心无力，总不能3个人一起饿死吧？就在这时，脑海里响起系统提示：50倍钓鱼气运即将到期，倒计时11个时辰。我顿时精神大振，50倍钓鱼气运，钓些鱼养这俩姐妹应该不成问题了，而且有了鱼，我还能去换钱去买粮。我郑重地看着姐妹俩，好吧，
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，我也不推辞。你们先吃饭，我出去一趟。安顿好姐妹俩，我翻箱倒柜找出原主那把破鱼竿，又找了根细麻绳当鱼线，从房梁上割了块臭肉当鱼饵。这年月找蚯蚓太费时间，直接用肉饵钓大鱼更快。我提着木桶，扛着小锄头就朝村口那条河跑去。柳树沟依山傍水，村口那条河叫柳河，宽10来米，深不见底。平时村里人偶尔来摸点鱼虾，但大多时候是钓不上来什么的。这年头的鱼精得很，又没饲料，全靠天然饵料，难钓得很。来到河湾某处，我找了个水较平静的回水湾，用锄头在地里翻出几条蚯蚓做备用鱼饵，绑好鱼线，穿上肉饵，一个甩竿，鱼钩飞出去老远，落在水中央。气运，一定要起作用啊！我举着鱼竿，目不转睛盯着水面，半小时过去，水面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完了，时空错乱，这垂钓气运也不起作用了吗？就在我沮丧的时候，鱼竿突然轻微颤动，我精神大振，浮漂轻点几下后，猛地往下沉去，鱼线瞬间绷紧，这股力道绝对不是小鱼。我用力拉竿，一条金红色的大鲤鱼破水而出，尾巴在空中甩出一道水花，直接被甩到岸边。大鲤鱼看样子有7、8斤，我扑过去按住还在扑腾的鱼，惊喜的合不拢嘴。我把鲤鱼放进木桶，继续上饵料甩竿，这次心里有了底，手都不抖了。有了第一次成功，接下来简直像开了挂，鱼就像主动送上门一样，一条接一条咬钩，浮漂还没站稳就开始跳舞。鲤鱼、鲶鱼、草鹳、老头鱼、撅嘴莲、黄辣丁都有，有的鱼甚至在我收竿的时候主动往岸上跳。不到2个时辰，当我提着满满一桶鱼回家时，夕阳都快落山了。周大哥，你回来啦！婉晴迎了出来，手里还拿着一块抹布，她真的在收拾屋子。话没说完，她和婉宁就瞪大了眼睛，震惊地看着我手里那个装满活蹦乱跳大鱼的水桶。这些都是你钓的？婉晴捂住嘴，建国哥，你好能干。婉宁眼睛亮晶晶的。他们更惊讶的是，我不在家这会儿，他们把我的狗窝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整整齐齐，破桌子擦得发亮，地上的柴火码得整整齐齐，连我扔在床上的脏衣服都叠好了。这是你们给我收拾的？我看着焕然一新的屋子，有点不敢相信。我们闲着没啥事，就收拾了一下。婉晴有些不好意思，没经过你的同意，请你别见怪啊。哪里，麻烦你们了。我心里乐开了花，这年代的女人真是贤惠的让人心疼。周大哥，你好能干，这些鱼都是你钓的吗？婉晴眼睛里闪着光。那当然，我可是我们村的钓鱼宗师。我开始吹牛，话音刚落，院门被人一脚踹开。建国在家吗？一个粗嗓门吼道。我回头一看，是我的发小张大壮，这货身高1.85米，壮得像头牛。一进门就看见了院里的2个姑娘，眼睛都直了，手里的柴刀咣当一声掉在地上。建国，你家里什么时候有的女人？还是2个？张大壮眼睛瞪得像铜铃。你小子该不会是从人贩子手里买的吧？买你个头！我踹了他一脚。路上捡的，没地儿去，暂时住我这儿。暂时住你这？张大壮凑过来，压低声音。建国，你知道现在啥年月不？这不明不白的，村里人得戳你几两骨。戳就戳，老子怕他们。我摆摆手。行了，别废话，帮我把鱼收拾了，晚上一起吃。我不吃，我就是来还你上次借我的盐。张大壮摆摆手，眼睛却还在姐妹花身上瞟。我灵机一动，系统规定的期限还没到，不如趁这个机会在张大壮面前装一下，以后也好有个证人帮我吹牛。大壮，帮个忙，帮我把这2桶提到河边去。我指了指刚钓的鱼。去河边干嘛？不是要开膛破肚吗？张大壮莫名其妙。让你去你就去，哥让你看看什么叫愿者入桶。我神秘一笑，来到河边，我往地上一坐，掏出兜里剩的一把瓜子，一边嗑一边抖着2郎腿，把2个木桶放在脚边。旁边张大壮又是挖蚯蚓，又是打窝子，忙得满头大汗，看得我直乐。我说建国，张大壮擦了擦汗，让你介绍嫂子，你咋拉着我来钓鱼了？来钓鱼也就算了，还坐那嗑上瓜子了？你这鱼竿都没下，哪儿来的鱼？等着瞧吧。我吐了口瓜子皮，指了指水面。话音刚落，平静的河面突然泛起水花，一条黑色大鲤鱼跃出水面，在空中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，啪的一声精准地落进左边的木桶。卧槽！张大壮手里的蚯蚓盒子掉在地上。开始了！我惊悚地喊了一声。话音刚落，一条大板鸡又窜出水面，扑腾着落入另一只桶里。紧接着，大嘴鲶鱼、桂鱼、草鱼，腾，前赴后继往桶里跳。有的鱼甚至排着队，一条接一条，像下锅的饺子一样。10几分钟后，2个桶都装得满满当当，有的甚至一出掉到桶外面，在地上扑腾。我的乖乖！张大壮一屁股坐在地上，下巴都惊掉了。建国，这咋回事？河神显灵了！我捡起地上的鱼，故作神秘地凑到他耳边。昨晚河神给我托梦，说今天大鱼会往我桶里跳。其实我也不信，只不过试试，没想到还真灵。真的假的？河神真的显灵了？张大壮声音都抖了。当然是真的，我啥时候骗过你？我脸不红心不跳的撒谎。叮，您的50倍垂钓气运已到期。听到系统提示，我赶紧收起马扎。行了，气运用完了，走回家。气运？什么气运？张大壮迷迷糊糊的帮我把鱼提起来。没什么，走。
回家吃全鱼宴。我拍拍他肩膀，喊上张大壮。我提着2桶鱼往回走。回到家，2个姐妹花赶紧迎了出来，看到又多了2桶鱼，惊得说不出话来。未来嫂子好。张大壮嘴甜，冲着姐妹花就喊。2个女孩害羞的低下头，手上还拿着针线在给我缝补破衣服。我心里给张大壮点了个赞，这小子会来事。别乱说话。我表面正经，心里暗爽。建国，你们又钓了这么多鱼啊？婉晴看着桶里的鱼，眼睛亮晶晶的。未来嫂子，这些全都是建国钓的，他就坐那儿嗑瓜子鱼，自己往桶里跳。张大壮手舞足蹈的描述。钓鱼厉害，我就在边上钓，一尾都没钓上来。2姐妹闻言颇为惊讶，看我的眼神又多了几分崇拜。还行，超常发挥而已。我装逼道，就是狗系统给的时间太短了，才12个时辰，抠抠搜搜的。张大壮刚想把桶里的鱼倒出来，我阻止了。行了，你那桶自己拿回去吃吧。那是你钓的，我咋能要？张大壮摆手，咱俩谁跟谁？你不把我当兄弟了？我佯装生气，拿着，给婶子熬点汤补补身子。好兄弟比亲兄弟还亲。张大壮惶恐解释。那就行，早点回去杀了吃吧。行，改天我上山打到东西了，也拿过来给你。张大壮提着鱼，美滋滋的走了。张大壮离开后，我看到姐妹俩手上的衣服和针线。你们这是？周大哥，我们在房里找到了些针线。婉宁解释道。你挂外面的衣服也晾干了，我们看到有些破，就给你缝一下。这年代的女孩真是心灵手巧啊，那针脚细密整齐，比机器缝的还好看。谢谢你们。我由衷说道。你们千万别这么说，我们在您家白吃白住，这是应该做的。婉晴温柔地说。下午太阳毒辣，我哪都不去，坐在院子里的靠椅上，看着姐妹俩缝衣服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过了许久，突然感觉身上凉快了不少，还有淡淡的皂角香味。我睁眼一看，婉宁拿着大蒲扇努力给我扇着风，自己额上却是渗出细细的汗珠，T 恤都湿了一片。周大哥，你醒了？他见我睁眼，慌忙想收起扇子。我刚才看到你出汗了，就给你扇一下。婉宁小声说。没把你吵醒吧？我感动到了，人家女孩子给我扇风，还生怕把我吵醒了，这是多么温柔啊！没有，我睡够了。我坐起身。你不用给我扇了，给自己扇一下，瞧你满头是汗的。我随手给她擦了下额上的汗珠，指尖触到她细腻的肌肤，婉宁脸瞬间红了，像熟透的苹果，低下头摆弄着衣角。这时婉晴捧着几套衣服走了过来。周大哥，衣服缝好了，你瞧下哪里缝的不好，我给你改一下。我随手接过来看了几眼，就大夸道：婉晴，你这活干得真好，这针脚比供销社卖的成衣还整齐。周大哥，你过奖了。婉晴也脸红了。你们这么贤惠，谁娶了你们呀？准能幸福一辈子。我故意观察2姐妹的反应，她们玩弄着衣角，羞答答的模样惹人疼。婉晴偷偷看了我一眼，又迅速低下头。婉宁则咬着嘴唇，欲言又止。我暗自思忖，得想办法把她们2个同时拿下。但眼下最要紧的是搞钱，家里突然多了2张嘴，这打鱼的外挂也到期了，吃饭成大问题啊！系统有任务吗？给点任务做做。我在脑海里喊道。检测到附近山林有巨型野猪出没，系统提示音及时响起，坐标已标记，请宿主尽快前往猎杀。任务奖励大眼天花丹。狗系统还挺会选时候发布任务，打野猪可没那么简单，我一个人肯定不行。就在这时，院门又被推开，张大壮探头进来。建国，刚才鱼竿忘拿了。我笑了，帮手这不就来了。大壮，明天跟我进山。我拍板道。建国，是不是山神又托梦给你，告诉你今天能打到大货啊？张大壮兴奋地问。不是，山神告诉我，深山里头有头大野猪，足足400斤，咱明天就去盘它。真的假的？400斤，那不得成精了？张大壮眼睛发亮。行，明天我来叫你。送走张大壮，我回头看向姐妹花，她们正担忧地看着我。周大哥，打野猪危险吗？婉晴轻声问。放心，我有分寸。我咧嘴一笑。等打了野猪，咱们就能过好日子了。2姐妹对视一眼，同时露出了笑容。我看着她们的笑容，心里暗暗发誓，这辈子我一定要让她们过上最好的日子，不管用什么手段。天还没亮，我就被窗外的鸟叫声吵醒了。土坯房的隔音效果极差，隔壁鸡圈里那只老公鸡打了个鸣，我这边听得一清二楚。我揉了揉眼睛，从炕上爬起来，活动了一下筋骨。吃了那颗大眼天花丹后，我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，五感也比以前敏锐了许多。院子里传来悉悉索索的声音，我披衣走出去，看到婉晴和婉宁已经在灶台前忙活了。周大哥，你醒了。婉晴抬起头，额头上有几滴晶莹的汗珠。我们做了早饭，马上就好。灶台上飘着热气，2个姑娘正在煮鱼汤，那是昨晚剩下的几条小鱼，被她们熬成了奶白色的汤，香气扑鼻。你们起这么早，我有些过意不去。在21世纪，哪个年轻姑娘不是睡到日上3竿？习惯了，以前在家也是这么早起的。婉宁往灶里添了把柴。周大哥，你今天要进山打猎，得吃饱了才有力气。我心里一暖，这种被人关心的感觉，前世已经很久没有体验过了。正吃着饭，张大壮扛着猎枪进来了。建国，准备好了吗？马上！我几口喝完鱼汤，拿起靠在墙角的猎枪，又检查了一下弹药。在那个能进山打猎的年代，人们最想打的是野猪，可最怕遇见的也是野猪。一头成年野猪体重高达300斤，冲刺速度可达每秒11米，皮糙肉厚，獠牙锋利，被它撞一下，不是青一块紫一块，而是东一块西一块，直接被撞飞。而且野猪还是杂食性动物，什么都吃，包括想抓它的猎户。当然，风险越大，回报越大。能打到一头野猪，够一家人吃好一阵子，还能卖不少钱。在这个物资短缺的年代，野猪肉是硬通货。建国，咱还往里
你走吗？张大壮一边走一边问。平时我们都在外围打野兔、野鸡，今天我却带着他往深山走。昨晚山神给我托梦，说里边那座山里有头大货。我神秘兮兮地说，400斤往上，够咱们吃半年的。真的假的？张大壮兴奋起来。咋山神老给你托梦？俺这几天都上香拜山神，可就从来没梦到过。不是谁拜都有用的，我信口开河，得有灵根，和神仙有缘才行。还有天机不可泄露，神仙托梦给我的事，你千万不要说出去，知道？俺谁都不告诉。张大壮拍着胸脯，就连俺爹俺娘都不说，不然就遭天打雷劈。好了，又没让你发誓。我笑着摇头。根据系统给的坐标，我们一路往深山走。吃了大眼天花丹后，我的体力远超常人，翻山越岭如履平地。张大壮跟在后面气喘吁吁。建国，你小子今天怎么走得这么快？心急吃热豆腐，快点走，晚了那野猪跑了怎么办？翻过一座山，终于来到坐标点，然而没见到野猪的影子。我蹲下身观察地面蹄印，椭圆形，前窄后宽，确实是野猪的。而且个头不小，很可能超过400斤，是野猪。张大壮也兴奋起来，压低声音，看这些脚印，新鲜着呢，就在附近。了解猎物情报很重要，野猪可不是任人拿捏的主。我们循着踪迹追踪下去，一路上发现更多野猪活动痕迹，被拱翻的泥土、折断的灌木，还有树上蹭咬留下的硬毛，离大野猪越来越近了。突然，我停下脚步，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，然后指向前方某处。张大壮顺着我指的方向看去，浑身一震，瞳孔收缩。一棵大树底下，一个黑漆漆的大家伙正在啃食着什么，嘴上长着2根向上翻转的长獠牙，背部硬毛高高竖起，像一座黑色的小山。这个头怕是要超过400斤了。野猪正在树下啃食着一条碗口粗的大蛇，那蛇还没死透，尾巴偶尔抽搐一下。我深深吸了口气，这大家伙可不好惹啊！正在进食的野猪最暴躁，领地意识最强，两人把猎枪拿在手里，蹑手蹑脚朝大野猪悄悄走去。皮糙肉厚，得劲打，力求第一发就干掉它，否则激怒了它，我们2个人都不够它壮的。大野猪啃食大蛇正欢，加上在深山里横行霸道惯了，完全没察觉到危险到来。直到我们来到20米以内，它才突然耳朵耸动，抬起头来。见到不速之客，它非但没有惊恐，反而目露凶光，丢下嘴里的大蛇，带着狂野的咆哮，低头冲撞了过来。我靠！张大壮脸色一变，这头野猪很莽啊，居然不怕人。一般来说，野猪见人都会躲，但这头显然是个霸主，习惯了在这片山林里称王称霸。张大壮下意识举起手里的土铳，一声巨响，野猪身上血光四溅，然而却没应声倒下，反而愈加暴怒。他痛得嗷嗷大叫，朝我们顶了过来，目标却是我。我个子相对小一些，给大野猪的感觉是软柿子，可惜他选错人了。面对气势汹汹的大野猪，我却是稳如老狗，双脚纹丝不动，眼睛微眯，端着猎枪对准目标。吃了大眼天花丹后，我的动态视力大幅提升，能清晰看到野猪獠牙上的纹路，能看到它鼻孔里喷出的白气。20米、15米、10米、5米，建国，快开枪！见我还没动，张大壮急得大喊。就是现在，第2记枪声在深山中响起，我瞧准时机，开枪并侧身一滚，千钧一发间躲开了冲撞，子弹精准地灌入野猪的眉心。随后，野猪庞大躯体轰然倒下，抽搐几下便没了动静，脑门上多了个血洞，鲜血汩汩流出。建国，你没事吧？张大壮连忙跑过来，脸色煞白。没事。我站起身，拍了拍衣服上的泥土，神态轻松自若。建国，你真厉害，有勇有谋。张大壮竖起大拇指，每次跟你进山都能打到好东西。张大壮属于有勇无谋的莽汉，需要人带，而我有勇有谋，所以一切都听我的。宿主以诛杀黑猪，为村民除去遗害。清脆电子声响起，已获得大眼天花丹。来了，这次又有什么奖励？福枝可洗髓一经，脱胎换骨，筑基培元，为以后的修炼打下坚实基础。伴随着系统提示，我脑海里悬浮出一颗雪白药丸，龙眼大小，极为精致，表面毫无瑕疵，就像珍珠似的。啥玩意儿？这特么还有灵丹奖励？那个大前王朝所在的位面还是个修仙世界不成？虽然我穿越到了80年代，但绑定的这个系统却是一个时空错乱的系统，给的奖励更是一个比一个奇葩。这颗大眼天花丹要不要吃呢？这里是地球，不是修仙世界，不会爆体而亡吧？此丹乃极品筑基灵材炼制而成，男女老少皆宜，即便出生婴儿亦可吞服之，提升修炼天赋，请宿主无需担心，不担心才怪呢。我咬牙将药丸从系统面板里提取出来。观音菩萨、如来佛祖、太上老君，急急如律令，佑我平安。暗中念叨一番，我狠下心，把药丸猛地吞下。而后我们2人将野猪血放干净，开膛破肚。张大壮把野猪往木架上一绑，400斤的野猪就被他背起来了。建国，你慢点，山路不好走。放心，我有的是力气，我也扛起一半。实际上吃了丹药后，这重量对我来说轻若无物。以前打到大货，2人基本都是这么配合的，但今天我感觉格外轻松，就像背了个空架子。大概走了1个小时之后，我开始热起来了，不是运动的发热，而是从内而外的燥热，像是有团火在肚子里燃烧。我擦，坠入熔炉咋回事？就在我担心时，身上的炙热开始渐渐变淡，然后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清凉的感觉，浑身毛孔舒张，仿佛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呼。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突然变得身轻如燕，而且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。路过一棵大树之时，我猛地一拍，那大树竟摇晃不已，树叶簌簌落下。这么大的树，哪怕张大壮一拳撼动也不可能。我心里震惊，按道理我这肌肉量更不可能。难道这是那颗丹药的功效？它真的让我脱胎换骨，洗髓一经，还拥有了内力。要真这样的话，这狗系统还有点东西啊！前面的张大壮也汗流浃背。建国，让我来吧。吃了大眼天花丹，我想瞧瞧自己的力量究竟提升到什么境地。没事，我不累，你让我歇会，待会我再背，换着背快点，不然
不然下山太慢，这野猪肉得坏掉。我试一下，要是背不动，咱就砍根树条一起挑着走。那好吧，既然我坚持，张大壮也只能顺从其意。他把大猪卸下，换到我背上。建国，你要是不行的话，咱就一起挑，别小看我啊！大老爷们怎么能说不行？我笑骂了句，猛男发力就把大野猪背了起来。平时只能挑200多斤。没想到400斤的野猪轻松就起来了，而且我感觉还能跑，太奇妙了！这感觉就像野猪变轻了，只有100多斤。我迈开大步在山上如履平地，甚至还能小跑几步。建国，你咋这么猛了？张大壮看得眼睛都发直了。和好兄弟当打猎搭子那么久，我有几斤几两，他是再清楚不过的。今天这表现简直像是变了个人，愣神了几秒，他才追了上来。建国，你是不是吃了什么仙丹？我心头一紧，但面不改色，瞎说，就是昨晚山神托梦给我灌了点力气。快走吧，回去让你嫂子给你做红烧肉。我这一背上就没再换手，一路小跑回到村庄，大气都不喘一口，把张大壮远远甩在后面。听到院子里的声响，两姐妹走了出来。周大哥，你回来了。婉晴笑着迎上来，话没说完，他们就瞪大了眼睛，震惊地看着我肩上那只黑色的庞然巨物，那獠牙，那体型，简直像头小牛犊子。任谁看到这只超大野猪都会被吓到。前2天每天几十斤鱼，今天更是一头几百斤的野猪。周大哥，这是你打的？婉宁捂住嘴，眼眶都红了。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婉晴更是直接跑过来，在我身上摸来摸去，检查有没有伤口，有没有被撞到。野猪很危险的，我心里一暖，放下野猪，拍了拍他们的手，放心，毫发无损，这畜生还伤不了我。周大哥太有本领了。婉宁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崇拜。我把大野猪扛进厨房，放到大木盆里，脸不红气不喘的，就像刚散了个步。婉晴、婉宁，你们去厨房里烧2锅开水，我们得退猪毛。是，周大哥。张大壮，你回家把小推车洗干净，推过来。这猪肉咱吃不完，自个留点就行，其他的拿去卖了。好嘞。张大壮屁颠屁颠的跑了。半小时后，2大锅开水烧好了，我开始剃毛、取内脏、分肉，手法熟练，刀工精湛，这得归功于原主的肌肉记忆和如今被强化过的身体控制力。一会儿后，张大壮推着车也来了，2人把处理好的大野猪放到推车上，用篷布遮盖。我们去把这只野猪卖掉，回来可能会有点晚。我对姐妹花交代，你们不用等我，自个做晚饭吃。周大哥，要不我们跟你去吧？婉晴有些担忧，2个人去卖东西会不会被人欺负？不用那么多人，我和张大壮2个就够了。我摆摆手，你们在家锁好门，谁来都不开，知道吗？那好吧。婉晴咬着嘴唇，你们小心点。交代完，我便和张大壮推着车子出了门。柳树沟离镇上有20多里，平时打到大货吃不完，2人都是去镇上卖掉，但镇上价格压得很低，而且有供销社的收货员卡着，赚不了几个钱。然而张大壮很快发现，离开村子到了某个岔路口之后，我走的却是另一个方向。建国，咱不去镇子上吗？不去。我摇头，这次我们去县城卖，县城人有钱，能多挣点。张大壮点了点头，只要是做的决定，他觉得一定没错。在他眼里，我现在就是山神代言人，说啥都对。2人花了1个多小时才到县城里。80年代的小县城已经有了一些活力，街上能看到个体户摆摊，虽然还有洪秀章偶尔巡逻，但比起前几年宽松多了。把推车停在一家银行门口，我开始吆喝：新鲜野猪肉，刚打的野猪肉，大块吃肉了。一个穿着洗得发白制服的老头经过，我见状立即开口：领导，新鲜野猪肉要不要？这老头是银行退休的副行长，人老心不老，每天都会在银行门口遛弯，别人看他穿的普通，都像没看见他一样，径直走进去，连个招呼也没有。老头一看只能无奈摇头叹气，觉得人情淡薄。可今天刚走到门口，那熟悉的2个字就传进了耳朵：苍天！终于有人叫我领导了。老头平复了下心情，走到了我的肉摊前。小伙子，你这野猪肉新不新鲜？领导，我这野猪肉绝对新鲜，刚猎到就烫毛，宰割送过来的，还热乎着呢。评一声领导让老头很是受用，背着手仔细查看猪肉，看起来确实不错，比家猪壮实多了。领导，您知道的，咱这野猪肉肉票也买不到，而且我这个活动买2斤送1斤，买2送1。老头眼睛一亮，送的是什么？送下水或者骨头，任选。我压低声音，领导，不瞒您说，我这野猪400多斤，快成精了，肉比家猪香多了，您买回去炖汤补身子最好。80年代市面上还没有科技鱼很活，屠宰场的猪能有100多斤就不错了。我这野猪的肉质紧实，色泽鲜红，一看就是好货。这时陆陆续续有人上前围观，对比之后，我又开始哭诉卖惨。各位领导、叔叔阿姨，我们打这大野猪真心不容易啊！我讲述如何跑到深山老林里，野猪如何凶残，冲过来要顶死我，我差点没被野猪獠牙撞出2个血洞，反应快才捡回一条小命。一番诉苦后，围观人群动了恻隐之心。小伙子，那你卖多少钱1斤？比别人贵吧？本来卖2块6，看着刚开档的份上，我再减了1毛，2块51斤，买2斤送1斤下水，送完即止，晚了可就没得送了。话音刚落，那老头就抢着要，小伙子给我整4斤，送2斤下水。好嘞，领导请稍等，我割最好的肉给您。我从案板底下拿出一杆秤，割了些奶肉，故意称杆高高的。领导，您看，足4斤，这秤都坠了。说话间，我又多割了1小块加进来，这是利用顾客占便宜的心理，也是个营业策略。小伙子还挺厚道的，老头满意的掏出10块钱付款，眉头都不带皱一下的。这些国企退休的职工，家里条件都不错，不差这点钱。摆好摊后，我又定制了售卖策略，买2斤送1斤，送的可不是肉，而是下水、骨头等边角料，这样既吸引了顾客，又处理掉了不好卖的部分。不到2个小时，野猪肉就被附近居民买完了。
了，甚至连骨头都被一个食堂采购员包圆了。看着小推车上空荡荡的案板，张大壮喜滋滋的。建国，咱这次卖野猪肉可真快，还比上次卖的贵了那么多。县城人也太有钱了，2块5一斤的肉说买就买，一点都不心疼。这才哪到哪。我笑了笑，以后咱们天天吃肉，顿顿喝酒，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两人很快就清点好了收入，712块。我的乖乖，这也太多了。张大壮手都在抖，我将钱分成2份，把1份递了过去。张大壮，这是你的，每人356块。不行，建国，我不能要那么多。张大壮连忙摆手，这大野猪是山神托梦给你的，还是你打死的？来县城卖也是你的点子，我是跟着沾光，你随便给我点钱就行。虽然是好兄弟，但这次猎杀大野猪，我居功至伟，这笔钱怎么都不敢平分。拿着，我硬塞到他手里。咱们是兄弟，说好了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再说了，以后还要常合作，你要是不拿，下次我不找你了。最后还是我生气了，张大壮才勉强拿200块，剩下的死活不要。分好钱，两人欢天喜地踏上归程，怀揣着500多块，我心里头也踏实了。80年代，普通工人月工资也就40-50块，500块相当于国企职工1年的收入。未来媳妇，我一定不会让你们跟着我过苦日子。赶回家里已经7点多，天完全黑了，还没进院门，我就闻到了饭菜的香味。两姐妹已经把晚饭做好了，炖好的野猪肉还在锅里，饭一点也没动过。你们咋还没吃晚饭？我推门进去，心里既感动又心疼。不是说可能会有点晚回来吗？你们先吃就好了。周大哥，我们不饿。婉晴站起来，接过我手里的东西。对，我们等你回来再一起吃。姐妹俩的一句话又把我感动到了。真是极品好女孩啊！张大壮本想离开，被我一把拉住，一起吃啊，正好尝尝你嫂子的手艺。推辞不过，在饭桌上，他盯着桌上那盘油亮的肉，哈喇子直往肚里咽，但肉是一筷子也不敢碰，只能死命扒拉碗里的大米饭。我皱起眉头，张大壮，你多吃点啊，今天咋回事？搁着那么多猪肉不吃，光在那吃饭。我不知道的是，在那个物资短缺的年代，村里很多男人的发小都是因为各自娶了媳妇开始变得见外，去好兄弟家里吃饭多加块肉，可能都得被人家媳妇给白眼。张大壮正是这个原因，才想吃肉又不敢动筷。吃啊，愣着干嘛？我直接给他加了块肥瘦相间的红烧肉，在我这儿就跟自己家一样。别客气，还是我兄弟给力，不怕媳妇，真爷们啊！张大壮终于放下心来，大口吃起来。晚饭过后，张大壮回了家，我躺在床上却睡不着，躺了一会儿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明天镇上大集，正好今天挣到了500块，可以带姐妹俩去赶集，买点东西。晚上吃了太多顿肉，半夜3更突然被渴醒了，一咕噜爬起来走向厨房，打算倒杯水喝，可还没走到厨房，我就听到了抽泣声。根据声线判断，是个女子。破旧的土坯房，漆黑的院子，半夜的抽泣声，这些要素让我瞬间想起恐怖片里的女鬼。然而我并非害怕，而是兴奋，我倒要看看这女鬼长啥样。我放轻脚步，悄悄来到厨房门口。晚上特别黑，厨房里几乎伸手不见五指。不过我视力好，吃了那颗丹药后，夜视能力也提升了，能看到个模糊的影子背对自己，坐在灶边的板凳上，肩膀一抽一抽的。嗨嗨，我故意咳嗽一声，对方这才察觉，猛然转过头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对亮晶晶的大眼睛，带着几分惊恐，脸上还挂着泪痕。晚安，婉晴。我愣住了，怎么是你啊？建国哥，怎么是你？他也愣住了。等等，他叫我什么？建国哥？不对，他是婉晴还是婉宁？我有点分不清，月光太暗了。你咋跑厨房来了？大半夜的，吓我一跳。我走进去，借着月光看清了他的脸，是姐姐婉晴。建国哥，我就是有点渴，过来喝口水。他眼睛红红的，明显哭过，手里还攥着个破搪瓷缸。怎么哭了？是不是有人欺负你？还是在我家住的不舒服？我紧张起来，是不是张大壮那小子说错话了？没有的事。建国哥，你别误会。婉晴连忙摆手，眼泪却又下来了。我只是做噩梦了。原来婉晴梦到了父母，梦到小时候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场景，醒来后很伤心，想到身处异乡，举目无亲，心里堵得慌，特别想哭，怕吵醒妹妹，就来厨房发泄情绪了。没事的，婉晴，我轻声安慰，在她旁边坐下。你们想在我这住多久就住多久，我不会赶你们走的，以后这里就是你们的家。真的吗？建国哥。婉晴抬起头，泪眼朦胧地看着我。当然是真的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说话算数。我拍了拍胸脯，婉晴，你别伤心，虽然你父母不在了，但还有妹妹啊，你看我还自个儿一个人，不是一样过日子？而且现在我有了你们，咱们就是一家人。说到这儿，我轻轻握住婉晴的手，她的手很凉，微微颤抖。婉晴浑身一抖，脸上臊得通红，任由我这么抓着，没有抽回去。在这个年代，男女授受不亲，只要女方跟男方有了身体接触，尤其是这种手拉手的亲密动作，基本就算是情定终身了。我默默感叹，果然婉晴是喜欢我的。不过我们才认识3天，虽说是快了点，但也不能操之过急，心急可吃不了热豆腐。我依依不舍放开手，好了，婉晴，早点回去睡吧，明早镇上早集，到时候我带你们去赶集，买几身新衣服，再买些好吃的。婉晴点点头，擦干眼泪。建国哥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婉晴回到房间后，看着妹妹躺在床上的背影，却是一脸纠结。婉宁好像也对建国哥有意思，要是他知道我和建国哥好上了，肯定很伤心。但我们才认识3天就在一起了，他会怎么想我？而我躺在炕上，也在想着同样的问题。姐妹俩好像都对我有意思，这可咋整？我得想个办法，把2个都留下。第2天一早，我是被香味馋醒的，睁开眼，阳光已经从窗纸的破洞中钻了进来，在土炕上投下几道金色的光柱。院子里传来鸡鸣声和姐妹俩的说笑声，混着煎饼的香气，构成了一幅温馨的乡村晨景图。我伸了个懒腰，感觉浑身筋骨都舒展开了。自从吃了那颗大眼天花丹，我不仅力气变大，连睡眠质量都提高了。
五感也敏锐了不少。周大哥，起床了吗？早饭好了。婉晴在门外喊道，声音温柔的像春风。来了。我翻身下炕，穿上那件已经洗得发白的粗布褂子，这还是去年扯布做的，现在已经小了1号，绷在身上像粽子。走出房门，院子里的景象让我眼前一亮。石磨旁的木桌上摆着几样简单却精致的早饭，金黄的玉米面糊糊，几个贴饼子，一碟腌咸菜，还有2碗冒着热气的鸡蛋羹。婉晴正在收拾灶台，婉宁则拿着扫帚在扫院子，动作轻柔，生怕扬起灰尘。周大哥，快去洗漱，水给你打好了。婉宁指了指墙角的脸盆，里面的清水倒映着晨光。我看着这一切，心里涌起一股暖流，这就是家的感觉啊！前世那个996的社畜，哪享受过这种待遇？正吃着饭，张大壮又来了。这次他背了个大箩筐，手里还提着2只野兔。建国，昨晚下的套子，逮着2只，给你们家的菜。行啊，大壮，手艺见长。我接过兔子，随手扔给婉晴，中午做个红烧兔肉。好嘞。婉晴拎着兔子进了厨房。建国，今天去赶集不？张大壮挤眉弄眼。我听说今天集上可热闹了，还有从省城来的货郎，卖什么雪花膏，的确凉的。我懂他的意思，这年代物资匮乏，的确凉布料是紧俏货，穿上既凉快又时髦，是姑娘们梦寐以求的东西。去，当然去。我掏出那叠钞票，数出2张10块的，剩下的贴身收好，正好带婉晴和婉宁去买几身衣服。他们那身衣服都洗得发白了。建国，你真是发了。张大壮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，你哪来的这么多钱？该不会真遇上山神了吧？少废话，去准备推车，咱们走着去。柳树沟离镇上20多里地，平时村民去赶集都是不行，有条件的赶个牛车。我今天也打算走路，正好让姐妹俩看看沿途的风景。临出门时，婉晴和婉宁都有些忐忑，她们穿着那件打满补丁的蓝布褂子，头发简单的梳成2条辫子，虽然朴素，却掩不住清丽。建国哥，我们真的要去吗？婉宁小声问，会不会太花钱了？走吧，你们总不能一直穿这身吧？我挥挥手，听我的，今天咱们好好逛逛。路上，姐妹俩并肩走在前面，我和张大壮跟在后面。清晨的山风带着草木的清香，吹起他们的发梢，露出白皙的脖颈。建国，你小子行啊！张大壮捅了捅我，压低声音，这2个嫂子你是从哪捡的？长得跟仙女似的，都说了是路上捡的。我笑了笑，怎么羡慕？那可不，我要是能娶上这样的媳妇，让我少活10年都行。张大壮咂咂嘴，不过建国，你打算娶哪个？姐姐还是妹妹？我沉默了，这个问题我也在想。姐姐温柔贤惠，妹妹活泼可爱，2个我都喜欢，但在这个年代，一夫一妻是铁律，重婚罪是要坐牢的。再说吧，我含糊其辞。走了大约1个小时，终于到了镇上。集市上人山人海，叫卖声此起彼伏。街道两边的摊位上整整齐齐摆放着各种各样的日常用品，油盐酱醋、锅碗瓢盆、布匹鞋袜，还有各种小吃和水果。姐妹俩是第一次来这个镇子，看什么都新鲜。婉宁拉着一个卖头花的摊位不肯走，婉晴则对那些花花绿绿的布料产生了兴趣，喜欢哪个随便挑。我掏出那2张10元大团结，在他们面前晃了晃。姐妹俩看到这么多钱，都惊呆了。在这个工人月工资40、50的年代，20块钱相当于半个月的收入。建国哥，这太多了，我们不能要。婉晴连连摆手，拿着吧，既然叫我一声建国哥，那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身上1分钱都没有，怎么赶大集？我把钱硬塞到他们手里。你们要和我见外的话，以后就别叫我建国哥了。姐妹俩听我这么说，不敢再拒绝，但手一直往后缩着，根本不敢接那么多钱。最后我只得每人给了5块，他们才小心翼翼地收下。行了，我们走吧。我拍拍手，婉晴，你去买2身换洗的衣服，再买双鞋。婉宁，你想要什么自己买，我在那边货摊等你们。分开后，我带着张大壮来到一个卖农具的摊位前，打算买把新的猎刀。原主那把刀已经卷刃了，昨晚处理野猪时差点没把我累死。老板，这刀怎么卖？我拿起一把精钢打造的短刀，掂了掂分量，入手沉重，是把好刀，12块，不二价。摊主是个络腮胡大汉，这是从省城带来的好钢打的，切金断玉，削铁如泥，10块。行就拿走，我砍价。行，拿走吧，就当交个朋友。大汉爽快地答应了。我正掏钱，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一阵吵闹声，似乎是婉晴的声音。我心头一紧，拎着刀就跑了过去。只见一个穿着花衬衫、戴着蛤蟆镜的年轻人正挡在婉晴面前，手里还捏着一块的确良布料，嬉皮笑脸地说：“小妹妹，陪哥哥喝个茶，这不就送你？怎么样？”婉晴吓得脸色发白，紧紧攥着衣角。我不认识你。婉宁站在姐姐身后，气得小脸通红。你让开，不然我们喊人了。喊人啊！你喊啊！看看谁敢管我刘三的事。年轻人得意洋洋，这镇上我舅舅就是天。周围的人群都远远围观，没人敢上前。显然这刘三是镇上的恶霸，大家都怕他。我怒火中烧，挤开人群走了进去。哟，挺威风啊！光天化日调戏良家妇女，你爹妈没教你怎么做人？刘三转过头，上下打量我一番，嗤笑道：“哪来的土包子，穿成这样也敢管老子的事？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管你是谁！”我把婉晴拉到身后，现在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跪下道歉滚蛋，要么我让你躺着出去。哈哈哈，笑死我了！刘三大笑起来。兄弟们，听到没有？这土包子说要让我躺着出去。他身后窜出2个地痞，都是一身流气，手里还拿着短棍。张大壮这时候也赶到了，看到这一幕，二话不说就站到我旁边，活动着手腕。建国，怎么弄？你保护他们，这2个废物我来。我把猎刀递给张大壮，赤手空拳迎了上去。刘三还没反应过来，我已经一拳砸在他脸上。吃了大眼天花丹后，我的力量远超常人，这一拳直接把他打得飞了出去，撞翻了后面的摊位，摔了个狗吃屎。敢打3个上！2个地痞挥舞着短棍冲上来，我侧身躲过第一棍，抓住对方手腕一拧，咔嚓一声脱臼了。另一个地痞见状，吓得脸色发白，转身想跑，被我一脚踹在屁股上，扑出去3米远。
趴在地上起不来。整个过程不到10秒，围观的人群发出一阵惊呼，这身手也太利落了。刘三捂着肿起来的脸，指着我发抖。你给我等着，我舅舅是派出所所长。行，我等着。我走过去，一脚踩在他胸口。但现在道歉，对不起。刘三吓得尿都快出来了，我错了，大哥饶命，滚吧，以后见一次打一次。我松开脚，刘三连滚带爬的跑了，2个地痞也搀扶着逃走。婉晴扑到我怀里，眼泪汪汪的。建国哥，吓死我了！软玉温香在怀，我心跳漏了一拍，轻轻拍着他的背，没事，有我在，谁也欺负不了你们。婉宁站在一旁看着我们，眼神复杂。走吧，东西别买了，先回去。我招呼张大壮，这地方不安全，改天再来。回到村里已经是中午，村里小卖部旁边大树底下，不少村民坐着乘凉唠嗑。只见一个刚赶集回来的大婶，正是昨晚在李寡妇家串门子的王婶，迫不及待地朝着大家走来。你们知道不？林建国家里来了2个女人。大家一听有新鲜事，立马来了精神。什么情况？哪有女人看得上那个穷混子？嗨呀，您老看错了吧？李婶看到大家都瞅着她，那股子劲更足了，嗓门也敞亮不少。我骗你们干嘛？今早去田地种菜，经过林建国家，远远看到他和2个女人从院里头出来。那俩女人长得可俊了，跟画里似的。林建国还背个箩筐，应该是去镇上赶集。这大清早就从林建国家出来，难不成昨晚就住他家里？难不成这小子真有媳妇了？可是这小子不好好种地，整天游手好闲的，能有女人愿意跟他吗？谁家姑娘愿意嫁给他？不是瞎了眼吗？原主在村里的名声不是很好，喜欢打架，独来独往，不像村里其他农民那么勤快，一天到晚不是上山打猎就是下河摸鱼。村里人都说他不务正会，哪怕人长得俊，也没有一户人家愿意把女儿嫁给他。这时小卖部店长马铁山吐了一口唾沫，呸！我看那俩女的要么是傻瓜，要么长得不咋地，说不定是林建国从人贩子手里买的。马铁山虽然才22岁，长得却像30好几，五短身材，一脸横肉。他仗着是村长的外甥，在村里横行霸道。后来有一次和我不知怎么结下了梁子，据说是原主曾经追求过马铁山现在的媳妇杨柳，这让马铁山觉得戴了绿帽子，一直怀恨在心。他借着舅舅的关系在村里开了小卖部，挣了不少钱，平时最爱在村里显摆。李婶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俩女的长啥样？有村民好奇地问。当时他们背对着我，倒是没瞧清楚。李婶想了想，不过个子好像还挺高，就是有点瘦。此时马铁山的媳妇杨柳听到我的事，也忍不住出声了，那就是长得不咋地了。她撇撇嘴，瘦得像竹竿，一看就干不了活，哪能生养啊？说不定还有病。杨柳是村里的村花，虽然我觉得也就那样，但在村里人眼里，她嫁给马铁山就是鲜花插在牛粪上。她这么说显然是带着酸气。当初原主确实追求过她，但她嫌弃原主穷，嫁给了有钱的马铁山。这2个女人见都没见过，突然就冒出来在林建国家住下了。马铁山继续造谣，这么随便，肯定不是什么良家妇女，天上哪有无故掉馅饼的？林建国别不是被人骗了吧？村民们交头接耳，远远的指指点点，却也没敢说得太大声。就在这时，3道人影从村口走了过来，一男2女，男的正是我，后面跟着婉晴和婉宁。树荫底下乘凉的村民全都齐刷刷往村口那头瞅，众人的目光几乎都落在身旁的姐妹花身上。大老爷们心里头几乎同时蹦出同一个想法：好标致的女人，这2个女人长得可以啊。林建国这是祖坟冒青烟了吗？他们不是咱村的。林建国这么穷，从哪找到这么好的媳妇呀？村民们七嘴八舌议论，声音虽小，但逃不过我的耳朵。婉晴和婉宁都低着头，脸红到了耳根。杨柳冒出了一阵阵酸水，看着姐妹花那白皙的皮肤和精致的五官，再看看自己因为常年干农活而粗糙的双手，心里不平衡到了极点。这种女人有啥好的？瘦得像竹竿，一看就干不了活，哪能生养啊？说不定还有病，而且这么随便就住到男人家里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马铁山看到媳妇脸色不好，赶紧附和，就是一看就不是正经人。林建国，你小子从哪骗来的姑娘？该不会是给人家下迷药了吧？我停下脚步，冷冷地看了他一眼。马铁山，你再说一遍。怎么？我说错了？马铁山挺着胸脯走上前，你这种穷鬼，怎么可能有好女人看上你？这2个肯定是逃荒的傻子，或者就是他。我一巴掌抽在他脸上，打得他转了个圈。你敢打我？马铁山捂着脸，不敢相信，打的就是你。我指着他的鼻子，再敢说我媳妇一句坏话，我把你牙掰下来，不信试试。马铁山想还手，但看到我冰冷的眼神，又看了看旁边跃跃欲试的张大壮，怂了。你给我等着，我找我就去吧，顺便告诉你舅，你调戏良家妇女，看他谁倒霉。我冷笑一声，带着姐妹花扬长而去。回到家，婉晴有些担忧，建国哥，那人会不会报复我们？放心，他不敢。我把新买的布料扔在桌上，今天吓着了吧？晚上给你们做顿好的压压惊。建国哥，谢谢你。婉宁突然说道，眼神坚定。今天你真厉害。那当然，也不看看我是谁。我得意的笑笑，心里却在盘算着下一步。今天得罪了马铁山，那小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我得加快赚钱的速度，尽快带姐妹俩离开这个村子，去县城甚至省城发展。但眼下还有更重要的是，家里多了2张嘴，钱虽然还有，但得生钱，而且2姐妹的情感问题也得有个了断。晚上我躺在床上，听着隔壁房间姐妹俩的窃窃私语，心里暗暗发誓，不管怎样，我一定要保护好她们，给她们最好的生活。就在这时，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，检测到宿主当前处境，发布新任务，7日内赚取第1桶金1万元，任务奖励终极医术传承，失败惩罚随机失去一项身体功能。我猛地坐起来，7天赚1万，在这个年代这可是天文数字，但终极医术传承这诱惑力太大了。
有了医术，我就能在这个时代站稳脚跟，甚至成为人上人。接受任务，我咬牙道，无论如何，这第一桶金我必须赚到手，而机会就在明天。系统任务像一块巨石压在我胸口，7天赚万块，在1985年，这意味着我每天至少要赚1400多块，而普通工人年的工资才500-600块，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我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脑子里飞速运转着各种赚钱的门路。打猎，头野猪才卖几百块，而且要花时间进山，运气不好几天都打不到。钓鱼，现在没有50倍气运，普通钓鱼赚不了几个钱。做生意，我没本钱，二没门路，怎么做？建国哥，你睡了吗？门外传来婉晴轻柔的声音。没呢，进来吧。我坐起身，门吱呀声开了，婉晴端着碗水走进来。我听见你直在翻身，是不是有心事？月光从窗缝洒进来，照在她脸上，显得分外柔美。她穿着单薄的睡衣，隐约能看出曼妙的曲线。没事，就是想着怎么多挣点钱。我接过碗喝了口，是糖水，甜丝丝的。你们总不能只跟着我吃苦，我们不苦。婉晴在我身边坐下，跟着你比在我们叔叔家好多了，至少你是真心对我们好。她低下头，声音越来越小。建国哥，我知道你和婉宁。我愣了下，我知道婉宁也喜欢你。婉晴抬起头，眼眶有些红。我也喜欢你，我们姐妹从小就没分开过。如果只能选个，我愿意退出。我心里震，这姑娘竟然主动提出这种话。婉晴，你听我说。我握住她的手。在这个年代，我也许只能娶个，但在我心里，你们2个我都放不下。给我点时间，我会想办法让你们都过上好日子，好吗？婉晴怔怔地看着我，眼泪滑落。建国哥，你不觉得我们姐妹俩狠不知羞耻吗？说什么傻话？我替她擦去眼泪，感情的事没有对错，早点睡吧，明天我有事要办。送走婉晴，我躺在床上，更加坚定了要快速赚钱的决心。不仅要赚钱，还要赚足够多的钱，多到可以打破这个世界的规则，让姐妹俩都能名正言顺地留在我身边。系统有什么建议吗？我在脑海里问道。检测到宿主当前资金512元，建议进行资本运作。明日县城黑市将有批走私电子表到货，进价15元每只，零售价可炒到80至120元，建议入手。电子表，我眼前亮。80年代电子表可是紧俏货，那种液晶显示的数字表比机械表准，又时髦，年轻人趋之若鹜。但国内产能不足，主要靠走私进口，价格虚高，只成本几块钱的电子表能卖到上百块，而且这生意不需要太多本钱，周转快，利润高，正是地桶金的好来源。干！我全砸在炕上。第二天早，天刚蒙亮，我就爬了起来。婉晴和婉宁还在睡觉，我轻手轻脚地做好早饭，留了张纸条，说我去县城办事，让他们锁好门，谁来都不开。我带着全部家当512块钱，借了张大壮的自行车，目狂登向县城。80年代的小县城，表面上是计划经济，实际上已经有很多灰色地带。所谓黑市，其实就是自由市场的深处，些不方便摆在明面上的交易就在那里进行。我按照系统给的坐标，来到了县城东郊的个废弃仓库，外面看起来破破烂烂，但里面人声鼎沸。兄弟，要表吗？日本原装西铁城，个穿着喇叭裤、戴着蛤蟆镜的年轻人凑过来，压低声音：80块只，保准走时准。太贵了。我摇摇头，批发什么价？年轻人眼睛亮，哟，是大客户，要看量，10只以上50。30只以上40，50只以上30块。我心里计算着，系统说进价15块，看来还有压价空间。我要100只，什么价？我语出惊人。年轻人倒吸口凉气，100只，兄弟，你没开玩笑吧？这可是1500块的货，20块只，我全要了。我直接砍价，而且我要长期合作，以后还有大生意，你考虑下。不行我就找别人。年轻人犹豫了，100只表，如果正常批发给别人，他能赚1500，但如果20块卖给我，他只能赚500。不过量大啊，次出清，省得担风险。行，20就20，但你要现款现结。年轻人咬牙道：“成交！”我掏出那叠钞票，数出2000块。我昨晚连夜又去找张大壮借了300块，许诺翻倍还他。年轻人眼睛都直了，赶紧从后面的麻袋里掏出个铁盒，里面整整齐齐码着100只崭新的电子表，各种颜色都有。兄弟，你真是大手笔！他竖起大拇指，以后有好货我还找你，留个联系方式。我说下次有货直接去柳树沟找我，我叫林建国。好嘞，我叫黄毛，以后常联系。揣着100只电子表，我骑车往回赶，心里激动的不行。20块进价，零售价至少能卖到80块，这100只表毛利就是6000块，扣除成本净赚4000，再加上我剩下的钱，距离万的目标就不远了。但怎么卖呢？在村里卖肯定不行，村民买不起，而且容易引起眼红，得去更大的地方，或者找特定的客户群。我正想着，路过个岔路口时，突然从树林里窜出几个人，拦住了我的去路。站住！我定睛看，领头的正是昨天在集市上被我打的刘三，他身后跟着5、6个混混，手里都拿着家伙，有铁棍有砍刀。小子，总算让我逮着你了。刘三捂着还肿着的脸，狞笑着，敢打我？今天我要让你横着回去，把身上的钱都交出来，还有那个包，然后跪下叫3声爷爷，我就饶你命。我心头沉，这荒郊野外的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虽然吃了大眼天花丹力气大，但对方6个人还拿着家伙，硬拼肯定要吃亏。刘三是吧？我故作镇定，跳下自行车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管你是谁，在这地界，我舅舅就是王法。刘三挥舞着砍刀，少废话，交钱。行，我给你。我慢慢把手伸向怀里，那里除了钱，还有我早上买的那把猎刀。就在刘三以为我要掏钱的瞬间，我猛地拔刀，刀劈在自行车车座上。
将皮革 C 劈成2半，刀锋嵌入车架，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。不怕死的就上来！我持刀而立，眼神凶狠，老子是杀过野猪的，不差你们这几头畜生。这刀之威，加上我身上散发出的杀气，竟然真的镇住了那几个混混。刘三咽了口唾沫，你别虚张声势，我们6个人还怕你哥？那就试试。我冷笑，谁先上谁先死。刘三，你敢不敢递个上？刘三犹豫了，他就是个欺软怕硬的主，平时欺负老百姓在行，真要玩命他不敢。就在僵持不下的时候，远处突然传来阵拖拉机的轰鸣声，有人来了。个混混低声说：“三哥，撤吧。”这小子看着不好惹，别惹麻烦。刘三脸色变幻，最终咬牙道：“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，这是没完。”说完，他带着人窜进树林，消失不见。我长出口气，腿都有些发软。回到村里已经是下午，我直接去找了张大壮，把借的钱还了，还多给了50块利息。然后跟他说了我的计划。大壮，晚上跟我去趟县城，咱们摆个摊。摆摊卖啥？张大壮好奇地问。好东西，保准轰动。我神秘笑。晚上7点，县城最繁华的十字街口，这里晚上有夜市，人流量很大。我和张大壮摆了个地摊，铺上块红布，上面整整齐齐摆着20只电子表。我弄了个纸板，上面写着日本原装西铁城时尚电子表，经报价88元。这个价格比市面上便宜点，但比我的成本价高4倍多。建国，这能行吗？这么贵，谁买啊？张大壮有些心虚。看着吧。我胸有成竹。果然，没会儿就有几个穿着时兴的年轻人围了上来。哟，电子表还是西铁城的？各烫着卷发的姑娘惊呼。我在省城看到过，要100多呢，这是真货吗？各戴着眼镜的青年问。如假包换，现场试戴，不准标签。我拿起只表，按下按钮，液晶屏幕亮起，显示时间。看看这清晰度，这做工。那青年是戴了下，眼睛亮了，真准，比我家那台做钟还准。给我来纸，我也要，给我留支。人群顿时炸了锅。80年代，电子表就是身份的象征，带出去倍儿有面子。而且这些表款式新颖，有数字显示的，有带计算器的，甚至还有带小游戏的。不到个小时，20只表销售空。我数了数钱，1760块。继续，我兴奋地对张大壮说：“回去拿货，今晚再卖人。”我们来回跑了3趟，到深夜10点，100只表全部售罄。我手里攥着厚厚沓钞票，数了数，总共卖了8600块，加上剩下的钱，已经9000多了。发财了，建国，我们发财了！张大壮激动得手舞足蹈，还差最后步。我冷静地说：“走，去招待所。”去那干啥？找大客户。县城围的招待所是外地客商住的地方。我带着剩下的10只最好的电子表带日历和闹钟功能的，直接敲开了几个房间的门。老板，日本电子表要不要？批发价60，拿去送人情，送客户，倍有面子。这些客商都是走南传北的，识货。看到这么好的表，价格又比省城便宜，纷纷出手。10只表，半个小时卖完，又到手600块。当我和张大壮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兜里已经揣着整整10020块钱。7天赚万的目标，我在天之内就完成了。系统任务完成，我在脑海里喊道：叮，任务完成度完美。奖励发放中，恭喜宿主获得终极医术传承。股庞大的信息流涌入我的脑海，中医经络、针灸穴位、草药辨识、西医诊断、外科手术，无数医学知识瞬间融会贯通。我仿佛从医20年的老中医，又像是做过上千台手术的外科专家，这种感觉太奇妙了。我和张大壮在村口分手，他揣着200块介绍费，美的嘴都合不上。我则悄悄摸回家，不想惊动邻居，但刚推开院门，我就察觉到不对，屋里亮着灯，还有说话声，而且是个男人的声音。我心头紧，抄起门边的木棍，悄悄靠近窗户。你们2个长得这么标致，跟着林建国那个穷鬼有什么前途？那声音油腔滑调，不如跟我去省城，我保证让你们吃香的喝辣的，穿金戴银。是马铁山，这混蛋趁我不在家，居然来撬我墙角。婉晴的声音冰冷，请你出去，建国哥马上就回来了。回来又怎样？马铁山冷笑，我今天就要带你们走，他敢拦我，我就把他抓起来。我怒火中烧，脚踹开房门。马铁山，你找死！马铁山正坐在椅子上，色眯眯地看着婉晴和婉宁，见我进来，吓得跳了起来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回来取你狗命！我冲上去，棍砸在他肩上，马铁山惨叫声，跪倒在地。啊！你敢打我？我让你就来抓我啊！我又是2脚踹在他身上，来我家调戏我媳妇，我今天就是打死你，也是正当防卫。婉晴和婉宁扑到我怀里，吓得发抖。建国哥，他想欺负我们，没事，有我在。我拍着他们的背，冷冷看着地上的马铁山，滚！再敢来，我打断你的腿！马铁山连滚带爬的跑了。临走还撂下狠话：林建国，你等着，这是没完！我关上门，转身看着姐妹花，没事吧？他没对你们怎么样吧？没有，你回来的及时。婉晴哭着说，他来就说些下流话，还要拉我们走。别怕，以后我再也不留你们单独在家了。我心疼地擦去他们的眼泪，而且我们很快就不用在这个村子待了。什么意思？婉宁抬起头，我赚够钱了，明天我们就去县城租个房子做正经生意。我掏出那沓钞票，在他们面前晃了晃，1万块，以后我们过好日子。姐妹俩看着那厚厚的沓钱，惊呆了。建国哥，这是真的是你赚的？婉晴不敢置信。当然，你男人我有本事。我得意地笑道。怎么样，愿不愿意跟我去县城？愿意。姐妹俩异口同声，然后
然后对视眼，都红了脸。那夜我们都没怎么睡，我计划着去县城的发展，姐妹俩则兴奋的睡不着，直在收拾东西。而我不知道的是，马铁山跑回去后，并没有去找他舅舅，而是去了另一个地方柳树沟最大的地主赵老财的家。赵老财是村里的恶霸，土改前家里有100多亩地，虽然后来被分了，但家底还在县里也有关系。他早就觊觎姐妹花的美貌，只是没机会下手。赵爷那2个妞就在林建国家，明天他们就要跑了。马铁山捂着脸告状，你要是再不出手，就晚了。赵老财抽着旱烟，眯起眼睛，林建国那个穷鬼居然能勾搭上那么漂亮的2个姑娘。行，明天早我带人去把他家围了，就说他是人贩子，那2个女的是他拐来的，到时候人归我，他进局子。高，赵爷实在是高。马铁山竖起大拇指。而此刻我正搂着姐妹花，在炕上规划着美好的未来，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无所知。清晨的雾气还没散尽，院子里就传来嘈杂的脚步声。我猛地睁开眼，多年社畜养成的警觉让我瞬间清醒。婉晴和婉宁还在熟睡，我轻轻翻身下炕，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把猎刀。林建国，给老子滚出来！个粗豪的嗓门在院外炸响。我皱了皱眉，这声音不是马铁山的，更加嚣张，更加跋扈。推开房门，我瞳孔缩，院外站着7、8个壮汉，手里都拿着棍棒锄头，为首的正是村里有名的恶霸赵老财。这老头50多岁，穿着深中山装，头发梳得油光水滑，手里盘着2颗核桃，富土皇帝的派头。马铁山鼻青脸肿地站在赵老财身后，指着我尖叫：赵爷，就是他打我！你就是林建国！赵老财眯起眼睛，上下打量我，听说你家里藏2个来路不明的女人。我心头沉，这老东西明显是冲着婉晴和婉宁来的。赵老财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冷冷道：那是我未婚妻。什么来路不明？未婚妻？赵老财嗤笑声：村里谁不知道你林建国是个穷光棍？哪来的未婚妻？分明是你拐骗来的良家妇女！来人，给我搜，把那2个女的带出来！几个壮汉就要往院里冲，我看谁敢！我声暴喝，猎刀出鞘，寒光闪，刀锋深深插入院门的木桩，再往前步。别怪我不客气，这手震慑住了众人。赵老财脸色微变，显然没想到我敢反抗。林建国，你敢持刀行凶？赵老财指着我，你这是犯法！犯法？我冷笑，私闯民宅，强抢民女，到底是谁犯法？赵老财，你以为村里是你家开的？哼，是不是拐骗？让派出所来定。赵老财使了个眼色，马铁山立刻会意，转身就要往村外跑，显然是去叫人去了。就在这千钧发之际，院外又传来阵脚步声，都住手！干什么呢？这是个洪亮的声音响起，众人回头，只见村支书李建国带着几个民兵快步走来。李支书是村里少有的正直人，看不惯赵老财的做派，直和他不对付。李支书，你来正好。赵老财换上副笑脸，这林建国拐骗妇女，我正准备把人送派出所呢。放屁！我怒道。婉晴、婉宁，出来！姐妹俩听到动静，已经穿好了衣服，手拉着手走出来。看到这场面，婉晴虽然有些害怕，但还是大声说：我们不是被拐骗的，我们是自愿跟着建国哥的，他救了我们，我们愿意嫁给他。对，我们愿意。婉宁也大声说。李支书看了看姐妹俩，又看了看我，沉声道：老赵，这是不对吧？人家姑娘都说了是自愿的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赵老财脸色难看。李支书，你别听他们胡说，这2个女人来路不明，说不定是通缉犯呢。为了村里的安全，得查清楚，查清楚也是派出所的事，不是你赵老财的事。李支书冷哼声，都散了，有什么事去派出所说，在这里聚众闹事，成何体统？赵老财咬了咬牙，知道今天讨不了好，狠狠瞪了我眼。行，林建国，你有种，咱们走着瞧。说完，带着人灰溜溜的走了。马铁山临走时还怨毒的看了我眼，我回冷笑：建国，你没事吧？李支书走过来，压低声音：这赵老财不是个东西，你小心点。听说他在县里有关系，这事恐怕没完。谢谢支书提醒。我感激地说：我正打算今天带他们去县城租个房子做点小生意。离开也好。李支书点点头，有需要帮忙的说声。送走李支书，我立刻招呼姐妹俩收拾东西。赵老财吃了瘪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必须马上走。建国哥，我们去哪？婉晴边收拾包袱边问。去县城，开始新生活。我坚定地说：我昨晚赚了1万块，足够我们在县城立足了。1万块！姐妹俩又惊又喜。简单收拾了细软，我们3人悄悄地离开了柳树沟。临走时，我把钥匙交给了张大壮，让他照看房子。建国，你可得常回来啊！张大壮依依不舍。放心，以后你就是我在村里的眼线，有事去县城找我。我拍了拍他肩膀。去县城的路有20多里，我们搭了个顺路的拖拉机，颠簸了个多小时才到。80年代的小县城，虽然比不上大城市，但比柳树沟繁华多了。街道上有了2层小楼，有了自行车修理铺，有了国营饭店，甚至还有个电影院。我带着姐妹俩直奔县城东边的租房区，这里住的多是外来务工人员和做小生意的，管理相对宽松。老板，租房。我敲开个院子的门，房东是个40多岁的胖大嫂，上下打量我们3，租啥样的？单间月5块，带厨房的月8块，上房月12，带厨房的来2间。我财大气粗，哟，大手笔啊！胖大嫂眼睛亮，2间带厨房的月16，押付3，先交48块。我掏出钱数了48块递过去，这是3个月的，先住着。看到真金白银，
胖大嫂态度立马热情起来，带着我们看房。院子不大，但收拾得干净。我们租的是东西2厢房，各有间卧房间小厨房，共用院子里的水井和厕所。建国哥，我们分开住。婉晴有些忐忑，暂时分开。对外就说你们是我妹妹。我低声说，等办了手续再在一起住。姐妹俩红了脸，都明白了我的意思。安置好行李，我立刻开始筹划下步。有万块本金，我可以做更大的生意，但做什么好呢？系统有什么建议？我问。检测到宿主医术传承已激活，建议开设诊所。当前县城医疗资源匮乏，需求旺盛，租店面、办执照、进药材，预计初期投入3000元，月净利润可达2000元以上。开诊所，我眼睛亮，这确实是个好主意。我有中级医术传承，中西医都会，在这个缺医少药的年代，绝对是金饭碗。说干就干，我让婉晴和婉宁在家收拾，自己出去找店面。县城不大，医疗集中区域在十字街附近。我转了圈，发现有家倒闭的杂货铺正在招租，位置不错，门面宽敞，后面还有2间厢房可以住人。老板，这店怎么租？我问。店主是个老头，正愁眉苦脸的抽烟，月30，年起租，押金100，你要能自付清年的，我给你便宜到300，年300，确实不贵。我检查下房子，结构完好，水电都有，就是需要简单装修下。行，我租了。我拍板道，但我有个条件，你得帮我办行医执照。行医执照？老头愣了，你是大夫，祖传中医，会点医术。我自信地说。老头将信将疑，但看在我次性付清300块租金的份上，答应帮忙牵线。当天下午，我就去县卫生局咨询了办执照的事，手续比我想象的复杂，需要学历证明、师承证明、实习经历，我哪有这些？正发愁时，突然想到个主意，我找到县医院的中西医结合科主任，个姓王的退休老中医，声称自己祖上是宫廷御医，想申请个民间行医资格。宫廷御医，王主任推了推眼镜，年轻人，你可别吹牛，是不是吹牛？您考我就知道了。我胸有成竹，王主任来了兴趣，当场考了我几个疑难病例，我凭借中级医术传承，对答如流，甚至提出了几个王主任都没听过的治疗方案。奇才啊！王主任拍案叫绝，你这医术比我强多了。这样，我给你写个推荐，特批个民间行医许可，你先开诊所，后续补考个医师资格。多谢王主任，我大喜过望。有了王主任的推荐，执照很快就批了下来。我又花了500块。从县药公司和几个采药人手里进了批常用药材和器械。3天后，建国诊所正式挂牌营业。开业那天，我放了挂鞭炮，吸引了不少人围观。婉晴和婉宁穿着新买的的确2人一群，站在门口帮忙招待，成活招牌。这是啥诊所啊？这么年轻的大夫能行吗？听说是祖传中医，县医院王主任推荐的。那俩姑娘是他什么人？真俊啊！众人议论纷纷，但真正来看病的却不多。毕竟我年纪太轻，看起来也就20出头。在这个年代，大夫越老越吃香，我也不着急，坐在诊室里翻看医书，其实是在消化脑海里的医术传承。下午，第一个病人上门了，是个老太太，捂着肚子，疼得直哼哼。大夫，我肚子疼。我让她躺下，诊脉，又按了几个穴位检查，很快得出结论，急性阑尾炎，得马上手术，不然有危险。手术，老太太吓坏了，不去县医院，县医院太贵了，在我这儿做便宜，20块钱包治好。我说县医院做这个手术至少要50，还不加住院费。老太太家商量了下，同意了。这是我第一次实战，但中级医术传承让我手稳如铁，消毒、麻醉、开刀、切除、缝合动作行云流水，个小时不到，手术完成。当老太太被扶下手术台，疼痛已经消失，全家人都惊呆了。神医啊，真是神医！老太太的儿子跪下就磕头，谢谢大夫，谢谢大夫。这下建国诊所的名声传开了。第2天，病人排起了长队，有感冒发热的，有跌打损伤的，有腰腿疼痛的，甚至还有几个疑难杂症。我诊治、针灸、开方、手术，样样精通。尤其是我用的那些秘方，其实都是系统传承里的中西医结合疗法，在这个年代堪称神迹。婉晴和婉宁成了我的助手，婉晴细心，负责抓药煎药；婉宁手巧，负责包扎护理。我们3人配合默契，诊所生意火爆。个月下来，我算了算账，净赚2800块，扣除房租和成本，纯利2000。而与此同时，我和姐妹俩的感情也急剧升温，白天起工作，晚上起做饭、聊天、亲如家。但我知道这种平衡很快就要被打破，因为婉晴和婉宁都对我表明了心意。那天晚饭后，婉晴把我拉到西厢房，哭着说：“建国哥，我知道你为难，但我是姐姐，应该让着妹妹。如果你只能选个，选婉宁吧。我回娘家。”说什么傻话？我抱住她，我说过，你们我都不会放弃，给我点时间，我会想办法。刚哄好婉晴，婉宁又找上门来，也是连泪水。建国哥，姐姐她今天跟我说要让你娶我，但我知道她也喜欢你，我不想姐姐难过。如果你选姐姐，我就离开。姐妹俩都在为我着想，都想牺牲自己成全对方，这让我更加心疼，也更加坚定了要打破常规的决心。系统有没有办法让我在这个年代合法娶2个媳妇？我在脑海里问。检测到宿主需求，发布特殊任务，成为全国劳动模范或省级以上杰出青年，可获得政策豁免特权，包括特殊婚姻许可。任务期限年，奖励高级医术传承加随身空间。全国劳动模范、杰出青年，这难度不小，但并非不可能。以我的医术，只要做出足够的贡献，完全有机会。接了，我咬牙道。就在这时，诊所的门被人脚踹开。林建国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冲出去看，只见马铁山带着几个穿制服的人站在门口，为首的是个肥头大耳的警察，
手里还拿着手铐。你就是林建国。胖警察上下打量我，有人举报你无证行医，非法行医致人伤残，跟我们走趟。胡说！婉晴冲出来，我男人有执照，是王主任批准的。王主任？胖警察冷笑，王主任已经退休了，他的推荐不作数，而且你涉嫌重婚罪，同时与2个女子同居，严重违反社会风气，数罪并罚，等着坐牢吧。我眼神冷，看来赵老财和马铁山在县里果然有关系，这是要整死我。带走！胖警察挥手，2个警察冲上来就要抓我，我眼神一寒，正准备反抗，突然一个威严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：住手！我看谁敢动林大夫！众人回头，只见一个穿着中山装、气质不凡的中年男人大步走进来，身后还跟着几个随从。县县长！胖警察腿一软，差点跪下。来人正是本县县长周维民，林大夫是我请来的贵客，你们敢抓他？周县长冷冷地看着胖警察，谁给你们的权利？这是赵局长让来的。胖警察结结巴巴地说：赵局长。周县长冷哼一声，他很快就不是局长了。林大夫治好了我母亲的顽疾，是我周家的恩人，你们这些蛀虫仗着有点权力就欺压良善，该整治整治了。原来周县长的母亲患有多年的风湿性心脏病，前几天病重，县医院束手无策，是我用针灸和中药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周县长感激不尽，今天正是来感谢我的，没想到撞见这一幕。林大夫，你没事吧？周县长关切地问。没事，多谢县长解围。我松了口气，以后有事直接找我。周县长拍了拍我肩膀，然后转向那几个警察，回去告诉你们赵局长，准备接受调查吧。马铁山早就吓得面如土色，趁乱想溜，被我一把揪住，想跑。建国哥不，林大夫，饶命啊！我都是被赵老财逼的。马铁山跪地求饶，滚吧！告诉赵老财，再敢惹我，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我一脚把他踹出门，危机解除。诊所里一片欢呼，婉晴和婉宁扑到我怀里，喜极而泣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我拍着他们的背，心里却在盘算，这次虽然化解了危机，但也给我敲响了警钟。在这个年代，没有足够的社会地位，随时可能被人拿捏。我必须尽快提升影响力，完成系统任务，才能真正保护他们。晚上，我把姐妹俩叫到诊所后院，月光如水洒在我们身上。婉晴、婉宁，我有话对你们说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我知道你们都在为我着想，都想牺牲自己，但我今天告诉你们，我不允许任何一个人离开，我要让你们都成为我的妻子，名正言顺，受法律保护。姐妹俩惊呆了，可是这怎么可能？可能，我坚定地说，只要我能成为全国劳动模范，获得特殊政策许可，就能合法娶你们2个。所以你们愿意等我吗？愿意和我一起奋斗吗？姐妹俩对视一眼，同时扑进我怀里。愿意，我们愿意。月光下，我们3人相拥，许下了相守一生的誓言。而我知道，从明天开始，我要更加努力，不仅为了赚钱，更为了那个看似遥不可及却必须实现的目标，成为全国劳模，迎娶双胞胎姐妹，走上人生巅峰。诊所的生意越来越红火，有了周县长这块金字招牌，加上我确实医术高明，建国诊所很快就成了县城的一块招牌。每天天不亮，门口就排起了长队，不仅有本县的病人，甚至周边县市的疑难杂症也都慕名而来。我开启了疯狂工作模式，白天看病手术，晚上研读医书，实际上是消化系统传承，同时培养婉晴和婉宁成为我的得力助手。婉晴性格沉稳，我教她诊脉开方，她记性极好，很快就能独立诊断常见病。婉宁手巧心细，我教她针灸推拿和外科手术辅助，她进步更快，甚至能独立完成一些简单的缝合。我们3人配合默契，成了县城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林大夫，您这2个助手是您什么人啊？医术也这么好？常有病人好奇地问。我未婚妻，我笑着回答，我们准备结婚，2个都是。病人瞪大眼睛，2个都是。我坦然承认，起初还有人指指点点，说我有伤风化，但当我治好了越来越多的疑难杂症，甚至几次将濒临死亡的重症患者从鬼门关拉回来后，风向变了。林大夫真是神医啊！娶2个媳妇怎么了？有本事的人就该多娶几个。就是那2个姑娘也是心甘情愿跟着林大夫，又没偷没抢，你情我愿的。我要是林大夫，我也2个都要。多好的姑娘啊，放弃哪个都可惜。舆论的转变让我松了口气，但我知道这还不够，要成为全国劳模，必须做出更大的贡献。系统有什么建议？我问。检测到当前年代正在进行计划生育政策推广，但农村医疗条件落后，产妇死亡率高，建议开展送子观音项目，下乡为产妇接生，降低母婴死亡率。此项目社会价值极高，亦获政府表彰。下乡接生，我眼睛一亮，这确实是个好主意。80年代农村，很多女人还在家里生孩子，请的接生婆卫生条件差，死亡率很高。如果我能组建一支医疗队，下乡服务，既能积德行善，又能获得政治资本，说干就干。我找到周县长，提出了流动医疗站的想法，为偏远农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，重点是孕产妇保健和儿童疫苗接种。周县长拍案叫绝，好，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，县里支持你，给你拨款配车。有了政府支持，我很快组建了一支10人的医疗队，配备了药品、器械和一辆2手吉普车。婉晴和婉宁自然是核心成员，我还从县医院挖了2个年轻大夫，加上张大壮被我叫来当司机和杂工。我们的第一站就是柳树沟。当吉普车开进村子时，整个柳树沟轰动了，村民们从没见过这种阵仗。一个医疗队在村口搭起了帐篷，免费看病、发药、接生。建国，是建国回来了。老支书李建国激动地握住我的手，好小子，有出息了。支书，我回来了，这次是来给乡亲们服务的。我笑着说。医疗队迅速展开工作，我让婉晴和婉宁负责妇科检查和孕产妇登记，自己则带着其他人给村民体检治病。第一天，我们就接诊了200多个病人，接生了一个难产的婴儿。当那个被
判定肯定保不住的婴儿在我手中发出第一声啼哭时，整个村子都沸腾了。神医林大夫真是活菩萨啊！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出去。第二天，周边几个村子的村民都涌来了，把我们围得水泄不通。我连续工作了3天3夜，只睡了几个小时。虽然身体经过丹药改造，精力远超常人，但也感到疲惫不堪。可看着那些康复的村民，看着婉晴和婉宁忙碌而充实的身影，我觉得一切都值得。建国哥，喝点水。婉宁递过来一个水壶，心疼地擦去我额头的汗水。你都3天没合眼了，没事，再看几个病人。我笑着说。婉晴也走过来，给我披上一件衣服，晚上降温，别着凉。看着姐妹俩关切的眼神，我心中涌起无限柔情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。马铁山，他推着一辆板车，车上躺着一个面色苍白的孕妇，正是他媳妇杨柳。见过林大夫，求求你救救他！马铁山扑通一声跪下，眼泪鼻涕横流。他难产，血崩了，县医院太远，来不及。我看了看车上的杨柳，确实情况危急。但建国哥婉晴拉了拉我的袖子，轻声说：“救人要紧，过去的恩怨先放下吧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点点头，抬进来。手术在临时搭建的手术台上进行。杨柳失血过多，胎位不正，情况比我想象的还严重。我施展出浑身解数，针灸止血，手法正胎，最后用手术刀进行了剖腹产。当婴儿，一个健康的男婴被抱出来时，马铁山瘫倒在地，哭得像个孩子。林大夫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啊！他不停地磕头。以前是我混蛋，我不是人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还救我媳妇孩子。行了，起来吧。我疲惫地摆摆手，以后好好过日子，别再欺负人了。一定一定。马铁山抱着孩子，千恩万谢地走了。这件事很快传遍了4里8乡。我林建国不计前嫌，救治仇人之妻的事迹被传为佳话，甚至上了县里的广播。周县长亲自来视察，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建国同志，你这种胸怀，这种医术，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热情，就是新时代的典型。我一定向上级推荐你，凭劳模当先进。”1985年底，我被评为省劳动模范；1986年春，我又被评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。而在这些荣誉加身的同时，我和婉晴、婉宁的感情也终于迎来了圆满。那天，周县长亲自为我特批了一张特殊的结婚证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：新郎林建国，新娘苏婉晴、苏婉宁。建国同志，你这是特殊情况，特事特办。周县长笑着说：“不过你得答应我，好好对待这2个姑娘，不能欺负人家。”一定，我一定。我激动得热泪盈眶。婚礼在县城最大的国营饭店举行，流水席摆了3天，全县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祝贺。婉晴穿着红色旗袍，温婉如牡丹；婉宁穿着粉色嫁衣，娇艳如玫瑰。姐妹俩一左一右站在我身边，美得令人窒息。建国哥，我们终于在一起了。婉晴握着我的手，泪光闪烁。以后不许偏心哦。婉宁调皮地捏了捏我的腰，放心，你们都是我的心头肉，一样重。我笑着搂住他们。婚宴上，张大壮喝得烂醉，抱着我的腿哭。建国，你太牛逼了，2个嫂子全国劳模，我他妈太羡慕了。马铁山也来了，提着厚礼，点头哈腰。林大夫，以后我就是您的小弟，您只拿我打哪？赵老残，那老东西因为欺压村民，霸占集体财产被批斗，已经进局子了。而我站在人生的巅峰，回望这1年的经历，恍如隔世。从一个穷得叮当响的穿越者，到如今功成名就、美人在怀的人生赢家，我靠的不是运气，而是系统的帮助，更是自己的努力和坚持。当然，还有这2个陪着我同甘共苦、不离不弃的好女人。建国，以后有什么打算？婚礼结束后，婉晴靠在我怀里问：开医院、建学校、做慈善。我望着窗外的星空，我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，让你们为我骄傲。你已经让我们很骄傲了。婉宁在我另一边蹭了蹭。建国哥，你是我们的英雄。我笑着搂紧他们，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。而这只是故事的开始。婚后的生活甜蜜而充实。我在县城盖起了一座3层的小楼，1楼是诊所，2楼是住宅，3楼是书房和药房。婉晴和婉宁各自有了自己的房间，但大多数时候我们都睡在一起。这种左拥右抱的生活，在前世是想都不敢想的，但在这个特殊的年代，特殊的许可下，我成了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。建国，有个病人找你，说是从省城来的。婉晴推门进来，手里拿着一张名片，我接过一看，上面写着省人民医院副院长陈志明，请进来。我整理了一下衣服，进来的是个50多岁的男人，戴着眼镜，文质彬彬，但眉头紧锁，显然有烦心事。林大夫，久仰大名。陈副院长握住我的手，我是专程来请您的，请我去省城。我笑了笑，陈院长，我这小庙容不下您这尊大佛吧？不，我是请您去省城会诊。陈副院长叹了口气，有个病人情况很复杂，我们全院专家都束手无策。听说您医术通神，特别是中西医结合方面有独到之处，所以想请您去看看。什么病？白血病，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，患者是个8岁女孩，省里某位领导的孩子。我心里一沉，80年代白血病几乎是绝症，化疗手段有限，骨髓移植更是想都不敢想。我尽力，我没有打包票，跟着陈副院长来到省城。我见到了那个小女孩，苍白瘦小，躺在无菌病房里，头发都掉光了。林叔叔，我会死吗？小女孩虚弱地问。我握住她的手，诊脉，又用系统传承里的特殊检查方法探查，心里有了底。不会，
你会好起来的。我坚定地说。我开出了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，中药调理气血，增强免疫力，西药化疗控制病情，同时我用针灸刺激她的骨髓造血功能。3个月，我每周往返县城和省城，亲眼看着小女孩的病情一天天好转。半年后，她出院了，白血病完全缓解。这一下，我名震全省，林神医的名号不胫而走，甚至传到了北京。1987年春，我接到了卫生部的邀请函，邀请我参加全国医疗工作会议，并在会上做专题报告。建国，你要去北京了？婉晴和婉宁帮我收拾行李，既骄傲又不舍。放心，我很快就回来。我搂着他们，等我在北京站稳脚跟，就把你接过去。北京之行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。在会议上，我提出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疑难杂症理论引起了轰动，特别是我用中医针灸配合西医手术治疗白血病的案例，被认为是医学界的重大突破。会议结束后，我被留京工作，进入国家级医学研究机构。林同志，组织上考虑调你进京，担任中西医结合研究所的副主任，你有什么意见？卫生部的领导问我，我服从组织安排，但有个条件。我说，什么条件？我要带着我的2位妻子一起进京，他们也是优秀的医务工作者，可以胜任研究所的工作。领导愣了一下，随即笑道，你是说苏婉晴和苏婉宁同志吧？他们的档案我看过了，确实优秀，特批。就这样，我们3人一起进入了北京，住进了单位分配的小楼，开始了新的人生篇章。在北京，我接触到了更广阔的医学世界，也遇到了更多的挑战。但有了婉晴和婉宁的陪伴，有了系统的帮助，我一路披荆斩棘，最终成为了国医大师，为国家培养了无数医学人才。而姐妹俩也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成就。婉晴成为了知名的中医妇科专家，婉宁则成为了针灸推拿学的权威。我们3人成为了医学界的一段佳话。多年后，当我白发苍苍，坐在院子里晒太阳，看着婉晴和婉宁在花园里浇花，看着满堂子孙嬉戏打闹，我常常想起那个穿越的清晨，那个土炕，那个破房子，那个突如其来的系统，还有那对站在门口怯生生讨水喝的姐妹花。建国，想什么呢？婉晴走过来，给我披上一件外套，在想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就是那天打开了门，我握住她的手，又向婉宁招了招手，还有从来没有放弃你们任何一个，也是我们这辈子最幸运的事，遇到了你。婉宁走过来，和婉晴一左一右靠在我肩上，夕阳西下，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，这一生足矣。